这是一部让人看完哭到昏厥的爱情电影，99%的人看完不敢再看第二遍。它让无数人找到了爱情的真谛。女人正要伸手去拿售货机里的可乐，突然身后一只大手伸了过来，她惊慌失措地起身想要逃跑，却被男人一把拦住，压在售货机上动弹不得。没等女人反应过来，男人就直接打开可乐一饮而尽，喝完还不忘打个饱嗝。他把喝完的可乐放进女人手里，面对这种野蛮的行为，女人非但不生气，反而心中窃喜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失恋的秀珍来便利店买了一瓶可乐，可离开后却发现忘了拿，转身回去时，在门口撞上一个手拿可乐的邋遢男。看着空荡荡的柜台，秀珍断定是他顺走了自己的可乐，于是一把夺过可乐，大快朵颐起来，喝完还恰合时宜地打了个饱嗝，仿佛是在炫耀。看着秀珍离去的背影，男人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秀珍想要坐公交车回家，可刷卡时却发现钱包不见了，于是他只好再次折返回去。没等他开口，店员就从柜台下拿出他的钱包和可乐。原来刚刚是一场误会，他想要把可乐还给邋遢男，却早已不见对方的踪影。这天同事负责的项目出了状况，原本的装修公司突然甩手不干了，这要是让老板知道，同事肯定要被解雇的。这时秀珍想起了做房地产的爸爸，或许可以帮同事解决麻烦。很快爸爸就帮他找来个工人。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，秀珍愣住了，这不就是那天被自己误会的邋遢男吗？秀珍急忙尴尬地转过身去，她来到楼下买了一瓶可乐。就在庆幸自己没被认出来时，一只粗犷的大手从身后伸了过来，抢先一步拿走了售货机里的可乐。秀珍起身想要离开，却被一把拦下。哲珠学着秀珍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，用同样的方式还击了回去，最后还刻意打出一个饱嗝。如此有趣的男人让秀珍倍感新奇。回去的路上，她忍不住傻笑起来，一不留神包被飞车党抢走了，而这一切都被哲珠看在眼里。只见他推开车门，飞车党直接被撞飞了出去。哲珠不仅帮秀珍拿回了包，还细心地帮她修好。就是这一举动，瞬间俘获了秀珍的芳心。眼看天色渐晚，哲珠提出送秀珍回去。他把受损的挡风玻璃直接拆掉，让秀珍坐上满是工具的副驾。风大眯眼，哲珠就戴上护目镜，还把电焊帽递给秀珍。滑稽的样子让秀珍忍俊不禁。晚风中是两个人的怦然心动。第二天，秀珍精心打扮一番，来到哲珠上班的工地。可当她见到哲珠后，又难为情地转身离开。晚上，秀珍约了几个姐妹假装偶遇。우연히 여기 지나가다가 약속이 있는데 여기 계시더라고요. 哲珠当然不傻，一眼就看出了她的小心思。两人的手在桌下悄悄握在了一起，就这样他们确立了关系。哲珠一改往日不修边幅的形象，刮掉胡子，还喷起了香水。他们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，一起去逛街，一起去打棒球。秀珍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他们还特别喜欢玩一种猜牌游戏，输了，秀珍就要亲哲珠一口。为了能让秀珍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哲珠决定报考建筑师。他开始努力学习，认真备考。秀珍特意亲手为他定做了一身西装。哲珠不负众望，顺利通过了考试。两人走在夕阳的余晖下，空气里弥漫着他们恋爱的香甜。很快，爸爸就察觉到女儿恋爱了，他提议想见见未来的女婿。可当他们在餐厅见面时，双方都愣住了。原来爸爸竟是哲珠的老板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小子。趁着秀珍起身上厕所，爸爸直接告诉哲珠，부모님은。就在哲珠想要离开时，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是秀珍晕倒了。哲珠冲进人群，抱起她就往医院狂奔。爸爸对眼前这个男人有了改观，他比自己还要紧张女儿，嫁给他对女儿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？秀珍醒来后抱着哲珠不愿松开，看到他们如此相爱，爸爸的心也软了下来。很快两人步入了婚礼的殿堂，秀珍一袭白纱宛若天仙，美丽的让人挪不开眼。婚后两人的生活更是幸福美满。在岳父的引荐下，哲珠接到了一个大工程，帮一个富豪设计并建造一座山顶别墅。就在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这一切。秀珍发现自己最近总是忘记回家的路，闺蜜说她肯定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。可晚上当她走到家门口，却还是怀疑走错了。直到钥匙把门打开，她才确认这是自己的家。秀珍决定去看医生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医生告诉她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： 알츠하이머병에 걸렸어。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。这种病通常是60岁以上的老人会的，极少数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，而秀珍就是这不幸的少数。医生让她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她会逐渐忘记家人朋友，包括自己，所有的记忆都会逐渐消失，直到精神崩溃，身体彻底垮掉。而且这种病无法得到根治，只能通过药物来减缓病症的发作。回去的路上，秀珍忍不住失声痛哭。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深爱自己的男人，到最后却不能留下一点关于他的记忆。她决定辞掉工作，
用余下的时间好好照顾她。看到秀珍忧郁的神情，哲珠问她医生怎么说。为了不让哲珠有所察觉，秀珍说没事，然后起身来到卫生间，借着水流声放声痛哭。她决定对哲珠隐瞒自己的病情。白天，她早早起床为哲珠准备午饭，让她带去公司，然后帮她打好领带、整理西装。两人挥手告别，一切是如此的甜蜜。同事们都羡慕哲珠娶了个好老婆，每天都会变着法的为她做爱心便当。这天，大家又好奇哲珠带了什么饭菜，可当她打开饭盒时，却发现2盒都是米饭。回想起最近发生的一切，秀珍会经常忘记家里东西的摆放位置，还会将刚刚洗过的碗再洗一遍。哲珠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于是他找到给秀珍看病的医生，询问妻子到底得了什么病。在得知秀珍患上了老年痴呆，哲珠无法接受，他粗鲁地抓住医生的衣领。护士急忙上前拉住他。另一边，走在大街上的秀珍突然失去了记忆，她不知道自己在哪。就在好心人准备送她回家时，迎面走来的前男友唤起了秀珍的记忆。她以为两人还在热恋，于是很自然地牵起男人的手。可当两人聊起过往时，秀珍突然恢复了记忆，她想起了前男友对自己的背叛，于是急忙起身离开。她来到棒球场发泄情绪，这时哲珠也找了过来。看到哲珠泛红的双眼，秀珍明白她已经知道了。 나한테 잘해줄 필요 없어. 나 다 까먹을 건데. 우리 헤어지자. 무슨 소리야? 내 머릿속에 지우개가 있다. 哲珠强忍着泪水在眼眶打转，她说自己会一直陪在秀珍身边。如果有一天你把我忘了，那我就想方设法让你重新爱上我。回到家后，哲珠把两人的日常琐碎贴满了房间，她还为秀珍写了很多防丢卡片，让她挂在胸前。每天醒来吃完药后，哲珠都会问她一些简单的问题。 개철수. 그대는 김수지. 在确认秀珍记的一切后，哲珠才敢放心去上班。这天，哲珠前脚刚走，渣男前任就找了过来。秀珍的记忆又回到两人热恋时期，她把前男友迎进门。就在渣男想要进一步发展时，不放心的哲珠刚好赶了回来，她直接把渣男打倒在地。但对于现在的秀珍来说，前男友才是自己的爱人，她想要上前阻止，却不小心用刀划伤了哲珠。混乱的记忆让秀珍头痛欲裂，晕了过去。这一幕让前来看望女儿的岳父一家刚好看到。得知女儿患病，岳父提出让哲珠和女儿离婚，把秀珍接回家里由他们照顾。 저 병은 집안 내력이야. 지금은 모르지만 얼마 후면은 너무 좀 못 가리는 게 치매야. 他不想耽误哲珠，可哲珠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 저 사람입니다. 제가 보살피겠습니다. 这时秀珍醒了过来， 왜들 그러세요? 看到秀珍不受控制的漏尿，哲珠急忙冲上去把她推进房间。她撕掉衣服，小心翼翼地擦拭。秀珍问她胳膊怎么受伤了，哲珠不敢回答。她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出声，她怕秀珍知道后会活在愧疚之中。第二天，哲珠准备去上班，秀珍却叫住了她，喊出了前男友的名字。 영미 씨. 응? 사랑해. 为了不让秀珍伤心，哲珠强颜欢笑。 나도. 可当她走出门，眼泪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她找到医生， 제 두 눈을 바라보면서 옛 남자 이름을 부를 때 도대체 진짜 사랑한 건 누굽니까? 医生说记忆是倒着消失的，他并不是不爱你，而是忘记了关于你们近期的记忆。秀珍看着家里贴满的便签，回忆慢慢开始恢复。当她触摸到哲珠的工具包时，关于他们的记忆全部被唤醒了过来。秀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她知道自己伤了最爱的人，为了不再伤害哲珠拖累她，秀珍趁着记忆还在，写下了一封诀别信。 내가 결국 당신 마음 아프게 하네요. 철수 씨. 사랑하는 철수 씨. 제발 오해하지 마세요. 난 당신만을 사랑해요. 字里行间全是秀珍对哲珠的愧疚和爱意。读完信的哲珠心痛到无法呼吸，他发誓一定要把秀珍找回来。可找遍了便利店、棒球馆和他们一起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都始终没能找到关于秀珍的任何信息。直到这天，哲珠收到一封秀珍从疗养院寄来的信，这是秀珍在疗养院想起他的时候写的。信中他让哲珠忘了自己，找一个爱的人，幸福的过一辈子。哲珠立刻开车赶了过去。 他喷了秀珍最熟悉的香水，希望可以唤起她的记忆。可当秀珍再次见到他时，却是满脸的陌生。他捡起秀珍掉落的画本，上面每一张画的都是自己。哲珠以为秀珍还记得他。 그러시겠어요? 누구시죠? 처음 뵙겠습니다. 최철수라고 합니다. 如果你把我忘了，那我就想尽办法让你重新爱上我。他们来到餐厅吃饭，秀珍突然闻到哲珠身上的香水味。 이 냄새 어디서 들어본 꿈 아무것도. 看到秀珍努力想却想不起自己，哲珠的眼泪开始在眼眶打转。
왜 우세요? 哲珠急忙戴上墨镜，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。他带秀珍来到他们初次相遇的便利店，他们再次在门口相遇。哲珠打开手里的可乐，熟悉的场景让秀珍恢复了记忆。 여기가 천국인가요? 虽然不知道这份记忆可以维持多久，但哲珠仍义无反顾地拉起秀珍的手。如果那天我们不曾相遇，那么我将不会拥有那份痛苦、那份悲伤和那份饱含泪水的回忆。然而，若不是遇见你，我也无法体会到这份愉悦、这份心动、这份温暖而又充满幸福的感觉。橡皮擦可以擦去记忆，却永远擦不去我们相爱过的痕迹。사랑해. 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能与你不期而遇。